好久沒有煮粥了哈。之前我印象上一次做潮汕砂鍋粥，那今天來做一道家裡都非常家常，大家一定都有聽過皮蛋瘦肉粥。其實皮蛋瘦肉粥的做法是很簡单，然後再加上我今天独门的方式，让这個粥底的米香更香的一個很好的方法。大家好，我是阿慶，今天跟着阿慶的腳步一起來制作這一道快速又好吃、營養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粥的食材這麼簡單，3樣：肉絲、皮蛋跟米。先從肉絲介紹，我今天用肉絲是用梅花肉絲，因為梅花肉它的軟嫩度適中，有筋又有油，又耐煮。如果你是用後腿或前腿也可以，只是醃需要一點點步驟，讓肉才不會柴掉。梅花肉絲買回來之後呢，先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調味：米酒1大匙，鹽1/2小匙，點一點鹽讓它有味道，太白粉2小匙。白胡椒粉1/3小匙，一點點好提味，然後先醃這個肉絲起来。像這個肉絲的醃法比較簡單，最主要是下去煮粥的時候，肉在透過煮粥的過程不會讓它過於太乾柴，口感也會更好。醃好的肉絲，它大概就這樣，表面是很薄的一層太白粉，1大匙香油。加香油的目的是肉絲下鍋的時候比較容易濕濕分明。再來用香油的好處就是可以最後讓這一鍋粥有提味的作用，所以在這個時候香油就可以先加下來了。攪拌均勻，讓肉絲表面呈現微微的油亮色，這樣就有達到不會整團糾結在一起的情況發生。肉絲醃好了，再來處理皮蛋。我的皮蛋今天用4顆。剝皮蛋的訣竅其實跟在剝水煮蛋道理是差不多，只是說皮蛋會比較 Q， 比較軟嫩，所以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切皮蛋刀子塗一點點油。我相信很多人在切皮蛋都會發生那個皮蛋的溏心膏狀，粘的整個刀子都是，甚至是手，所以很簡單。塗一點點油下來切就可以了。皮蛋切開之後，切成小塊狀。我有預留1顆皮蛋，這顆皮蛋就放到生米，米是2米杯的量。然後米呢，洗乾淨之後不用泡水，直接就可以像這樣子跟着皮蛋搗碎。我現在這個做法其實有吃過那種比較道地正統的廣東粥。廣東粥的做法，他們在熬米的時候，一定都會剁一點或磨一點這種皮蛋泥在裡面，一起下去跟米熬，熬出來的米粥底是非常的香。這是屬於比較粵式的做法。來，那這個時候我會加1大匙的米酒，一點點就好。我加1大匙的米酒下來，一來呢是提香，二來大家要知道皮蛋它本身會有個味道，用米酒去中和一下，但是它下去熬過之後，那個味道會隨着酒香跟烹煮的揮發掉，變成一個很獨特的香氣。這邊準備一鍋2300cc 的熱水，記得生米在煮粥，第一個要領就是水一定要滾，你千萬不要冷水或者是還沒滾的水，你把米加下去，這樣子很容易造成粘鍋，因為在滾水煮滾之前下去，它沉澱很容易燒焦，因為你水滾下去之後，瞬間遇到熱，它表面的糊化熟了，才不會粘鍋。下去就直接這樣子攪拌開。滾了之後，轉小火蓋上鍋蓋，燜煮15分鐘。15分鐘後就可以做第2個步驟了。蓋鍋蓋燜煮15分鐘時間到。在這個15分鐘時間內，我建議你大概可以每隔3分鐘打開，稍微攪拌一下。第一，受熱均勻；第二，比較不容易發生粘鍋的事情。它燉煮好就會像這種感覺。我個人是覺得粥跟米湯的比例這樣子是最好，有點3比1的概念，而且煮出來也不會覺得說，吃起來不滑順，還是說煮到面感覺好像在吃燉飯的感覺。15分鐘到，第一個要做的步驟就是把切好的皮蛋丁加下來，这個膏我都會加下去，因為這個膏都是它的香氣來源。皮蛋下去之後熬煮一下，那一定有人會覺得說，剛米就有皮蛋泥了，現在又加皮蛋下去煮的作用是什麼？我皮蛋下去煮一下，我不要煮太久，這樣口感才會剛好。二來，我剛會用皮蛋泥是因為讓這一鍋粥有滿滿的淡淡的這個米香跟皮蛋香，所以我會用這種方式來做一個搭配。剛剛醃好肉絲均勻的加下來，加的時候不要整坨啦。
像我這樣慢慢的撒上去那種概念。瘦肉下去之後，輕輕的攪拌，表面的太白粉還沒定型之前，不要攪太大力。鹽加2小匙，冰糖1小匙。白胡椒粉1/2小匙，均勻的撒開，因為它現在已經是濃稠狀，胡椒粉要溶於這一鍋，它需要一點時間，盡量不要讓它整坨。調味下去，小火煮個1分鐘，味道讓它出來，可以關火了。薑絲可以加些下來，這個就看個人喜好啦。那不想那麼多的，也可以不用加到那麼多，可以直接起鍋了。煮出來的粥的顏色是很漂亮的，最重要的是這個瘦肉，肉有醃過，你也不用擔心說這個肉會不會沒味道。這樣的做法的皮蛋瘦肉粥，多了是一個濃郁感，跟一般用清水或是單純高湯煮出來比較不一樣。點蔥花，然後再一點香菜，一碗元氣滿滿，而且大人小孩都會喜歡的經典名粥——皮蛋瘦肉粥上菜。如果你有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們，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讓阿青知道說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歡，對你有幫助。那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